接下来，我们邀请到聚和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郑仲生副总以及石鎧维行销部主任来进行案例的分享。聚和从初始生产造纸用化学品，在不断研究开发新产品的努力之下，发展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综合性高科技公司。目前所营事业主要为特殊用化学品、精密化学品以及 N 次贴的制造与销售，并获选为经济部的重点辅导中间企业。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郑仲生副总的分享。工业局林组长，还有与会的这个来宾先进，大家好。那我是聚和国际郑仲生。那我除了担任这个副总的工作以外，我还兼我们聚和的这个发言人的工作。那我们的股票代号是6509上柜公司。好，那因为今天呢，我们只有30分钟来介绍这个品牌呢策略，事实上这个时间是非常短，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呢，用一个比较全面的方式来跟各位来分享我们聚和再怎么样来做这个品牌的策略。那所以呢，今天我们把这个就分成2段，今天的内容分成2份。那第一段呢，就是由我来跟各位介绍聚和公司跟我们的经营理念。那第2段呢，我会请我们的行销部的石主任呢来进行我们实际一个品牌策略的一个怎么塑造的一些想法跟概念跟做法。那我想这样比较能够在完整的表达出我们在品牌经营上面的一些想法。好，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大概就是分这2个部分。那聚和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其实，在大概几年前，我想我们在一些社交场合递出我们的名片的时候，大家看聚和国际，大半80%人都不知道你这家公司从这个字面上看出来是在干什么。但是如果对化学有一点概念的人，可能呢20%会知道说聚和那可能是个化工，因为是聚合这个好像是一个化工名词，没有错我们是从化学制造起家的一家公司。但是呢，我想那个大家听到说化学，他就联想到这是一个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呢，在几年前就等于是什么夕阳产业。所以我们在很多社交场合基本上不太受欢迎，因为大家都去跟隔壁那个什么某某科技公司讲话对我们这种传统产业、夕阳产业是不太理会的所以我们在介绍推广我们公司上是有一些困难的不过呢，因为刚才这个我想很多先进都有讲，过去在政府这边对一些中间企业的一些推广跟介绍呢，我想让我们大家对这个传统产业的这种概念慢慢的转变所以聚和也是沾了这个好处呢，慢慢也摆脱这个夕阳产业这个包袱了所以今天我想今天能够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我想跟这个大家也有很大的关系好，那我想我们大概也是讲一下聚和聚和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其实从这张组织图大概就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从化学科技出发的一家公司。那我们现在其实，在母公司这边有3个事业单位，一个是我们从事特用化学品，是我们最早开始的一个产品线，再来是精密化学品，再来是一个 N 次贴的产品。那另外我们有2家子公司，是分别从事生医药物制造的这个研发的这个聚天生医，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从事这个跟个人健康环境相关的一些消费性产品的聚和生技聚和生医这2家子公司。那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产品线是相当的广泛那我们的这个应用的领域也从 B to B 呢一直往这个 B to C 这边来发展。那我们公司呢大概有成立了到目前为止大概有40年的时间了是相当长的。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的员工全球大概有1000人，我们的营收大概是35亿新台币全球合并来看，所以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但是我想我们是一个增量多元的一家公司。那我们在全球呢，大概也有一些海外也有一些据点那我们包括在中国有2个生产据点，在印尼也有一个生产据点，那我们在英国也有一个销售的公司，那其他部分大概都在台湾所以我们基本上也是一个相对是比较国际化的一家公司。所以聚和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简单来讲，我认为呢，聚和是一家有专业性，那是具有竞争力，那是有
开创能力的一家国际化的公司大概是简单的帮我们公司做这样的一个介绍。那我想这张图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因为刚才前面也有先进这边有介绍。那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在一个整个价值链的的部分里面呢，前后两端的价值附加价值是最高的，大家都想往这两边去挤。但是呢刚才都知道，我们也有台湾的企业一般来讲呢，比较都是在中间制造这边比较专长，往往对两边想要进去，但是又有它的困难度我想这个从事创新研发，当然也不会只是这个买几台设备就可以做出很先进、很创新的产品。那做品牌的行销呢，也不可能说打广告就能够做到。我想它是有难度，而且需要有一些坚持。那我想这刚才我们总监这边也有跟我们分享，你没有一些本质的知识是很难从事这个长期的这个所谓的创新研发跟品牌的发展。所以我想跟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我们公司的经营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支持我们聚合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品牌经营跟创新研发上面，能够长期这样走下去我认为我也是从本质来出发，希望在公司内部呢塑造良好的一个企业文化，来支持我们的这个创新研发到品牌的发展。那我还是当然，既然要谈到这个本质，我想我还是就这3个本质，我来做一点简单的介绍。第一个是创新。那我想创新来讲呢，就我们公司是一个化学产业，它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创新本质的一个产业。但是呢，我们要持续的投入。那当然，在公司的这个环境的配置上，跟设备的配置上一定要充足，让我们的这个研发人员能够在一个良好的一个平台上发展。但是我想更关键的是，除了提供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基础的一个平台之外呢，聚合在这边呢，我们在招募人才上面呢，其实对这个具有创新本质这样的人才呢，我们是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在招募新人，当然除了研究人员以外，不管我们在任何领域任何职位上的这个人员，他是不是具有创新本质，实际上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说进来的人呢，如果他具有创新的本质，然后再配合我们公司提供的这个所谓的创新环境，我相信更能激发，更能让他的一个创新能力能够再展现出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是分享。那各位刚才也看到，我们公司其实虽然看起来这个营业范围很大，但是其实营业额只有35亿其实就经济规模来讲，这个角度来看，它并不是很具这个所谓的规模经济这样一个效益的一个公司。但是呢，因为这样多元，但是我们有很多好处，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组织内部的知识的领域是比较广泛的，跨领域的一个情形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在我们公司内部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分享活动包括我们的这个一些知识分享的一些这个活动。那在平常的，其实在不管是在会议中，或是在任何的一个场合中，其实分享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透过一个分享的一个过程，希望能激发出更多的创意出来。最后呢是关怀关怀其实我们就是善尽我们企业的社会责任。然后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社会呢，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终究我们企业所创造出来的价值，还是要回馈到这个社会上来，因为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如果没有透过这样的一个循环，我们是没有办法永久的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所以我们除了从照顾员工、关心我们股东的利益之外呢，其实我们对整个这个环保、公安甚至我们的供应商的关系的维持，我们都透过一个希望在一个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能够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当然，我们也透过一个我们公司也基金会的一个形式呢，希望直接来协助这些比较弱势缺乏资源的团体，让他能够直接能够成长茁壮。我想这3个经营理念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工作上面，其实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这3个经营理念是我们的核心文化价值，组织的文化价值。所以我想这3个经过40年来的一个升值这个我们的努力耕耘，其实已经在每一位同仁的心中都已经有建立很好的一个基础，那也影响到他们的态度，改变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其实在做价值判断的时候呢，其实基本上都是以这3个所谓的这个经营理念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良善的循环，能够让我们在推动我们各个工作上面能够都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那所以呢，各位一定也很好奇，在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下，我们怎么样来推动我们的品牌策略？那接下来我会请我们的石主任呢来介绍我们整个 N4T 品牌实际上它执行的一个情形。但是在这一个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也借用大家一点时间来介绍我们另外2个 B2C 的品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无醛屋这是我们针对我们整个环境里面甲醛、消除甲醛所做的推出的一个产品。目前呢，是我们应该是在台湾来讲，我们算是去除甲醛的目前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那第2个是黄金盾这个也是我们一个 B2C 的产品，也是针对目前整个环境的病毒的种类越来越多，也会引发一些疾病，所以我们推出这样的产品，希望给这个对整个这个健康环境能够提供一些帮助。那在目前来讲，也是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上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好，我想这个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里结束那我的部分就再进行到这里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石主任来帮各位来说明分享我们整个品牌经营的一些实际的案例。谢谢。各位长官各位企业先进，大家早那接下来会由我来这个分享这个 N4T 品牌在这个品牌策略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些经验的一个分享。那我先做个简单的调查，在来参加今天这场演讲之前，知道 N4T 这个品牌的，请举手一下好吗？哎呦，还不错，还蛮多的，表示我们在这个台湾的市场推广的还算成功。好，有听过报4贴的请举手。哇，没有人举手。立贴呢？有一些人举手。Post-it， 好 ，Post-it 比较多一点。好，其实呢，这3个东西是同一个产品，只是它在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名称。报4贴是3M 在中国市场便利贴的品牌。叫报4贴，那立贴呢是在台湾，在台湾它的便利贴品牌叫立贴。那 Post-it 就是它在全球，全球的化的品牌叫做 Post-it。所以这些品牌都来自 3M。所以从刚才的调查，我们可以来看得到说，大家都认识 3M， 在这里应该没有人不认识 3M 吧？大家都认识 3M， 但是其实大家对于它的产品的名称却不是那么的熟悉。那这个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聚合跟台湾很多优秀的企业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有好的产品，我们有好的生产技术，我们有好的生产能力，但是我们面临的竞争不是一个产品，不是单一的一个产品，而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大品牌，一个国际的大品牌。所以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难。那当然，我们要在这个整个全球市场跟它竞争，就会相对的有非常非常多的难度。好，那讲到这个在面对这样子一个激烈的竞争的情况之下，那聚合在整个经营策略上，我们从几个面向来出发。那当然，第一个，当然大家都有提到的就是微笑曲线。那微笑曲线的其中一端就是创新研发。所以聚合呢本身，我们每年都会固定推出3到7项的不等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每年固定的推出，发展这个 N4T 这个品牌20年来，我们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间断过。那目前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专利，在全球有超过100项的一个专利，超过100项的专利。好，那另外呢，在这个技术整合跟生产制程的这个方面呢，
我想聚合是这个全球世界唯二，唯二在这一个产品从化学品的制造到这个行销推广，从头到尾一条龙，世界唯二的一个公司。除了3M之外，大概全世界就只有聚合了。所以在这一个面向上，我们比其他的竞争对手，我们其实占有比较多的一个优势。那在设计方面，因为我们卖的是便利贴，便利贴的这个产品，所以设计上其实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会去观察、去了解消费者的需要，去推出符合他们需要的一个产品。所以在设计这个环节来讲，也是我们经营策略上一个蛮大的一个重点。那再来，我们因为有推出自己的品牌，所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针对了我们品牌做了一个品牌再造的计划。我们重新的去检视我们品牌的定位、我们的理念、我们的价值，甚至我们重新来设计我们的品牌识别，用崭新的面貌来跟消费者沟通，回到市场上面。所以这是我们在2011年的一个品牌再造计划的一个内容。那目前呢，我们在全球有超过100个国家的销售，而以 N 斯贴，其实我们在海外的品牌叫做 Sticken， 以这个 Sticken 的品牌在海外销售的国家有超过70个，那整个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件事情，近年来3C 产业的发展。每一个人一定都有手机。今天要不是你来听演讲，你平常会带纸笔的人，请举手。有一些人，但也不算多。所以我们渐渐的发现，用笔、用纸的人渐渐的减少了。那当然，对于我们这个产业来说，那就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在这个一般的这个所谓的传统办公文具上面，我们不断的去开发一些新的产品，去做一些突破。但是我们这样的思考其实是不足的，所以我们往上下来做一个延伸。我们提供个人化特色的商品。这个后面我大概会提到，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往客制化的方向来提供消费者他所需要的这些个人化的一个商品。那在半成品的部分，我们也提供半成品。跟我们的全球策略伙伴来合作，我们不仅仅卖成品，我们将半成品送到当地去，让他们可以在当地做后续的生产、裁切、印刷等等，可以去减短这个市场上供货的一个时间。好，那在这个差异化品牌的行销策略上面呢，当然我们从过去的这个生产、这个经营的部分，我们从过去的竞争导向一直发展。到生产，到消费，到最后市场。为什么说是市场？因为我们现在在找的不是一个大众市场，而是找利基的市场，所以我们现在走向的是一个市场导向的一个经营策略的方向。那在品牌行销的方面呢，我们从让消费者认识我们的品牌开始，然后渐渐的喜欢我们的品牌，到最后他可以认同我们的品牌价值，而愿意来购买我们的产品。这是一步一步。那这每一个阶段其实都必须要做足很扎实的一个功夫，你才能够往下一个阶段迈进。那谈到这个品牌的这个差异化的行销策略，我们可以把它大分类看成有产品的差异化、服务的差异化跟形象的差异化。那这3个大项差异化，我们又可以把它套用在我们常讲的行销4P 里头，包括产品、包括通路、价格以及这个 promotion 的部分。那我们可能还可以再加上生产。那接下来我会用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跟大家来解释这个部分。好，在产品差异化的部分呢，刚刚我有提到是说，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一直在寻求一个独创产品的一个发展。那后来我们开始去了解消费者的需求需要什么东西，到现在我们找利基市场，有这几个一个历程的一个发展。好，那这个产品差异化，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图片。好，这个是一般来讲的便利贴，就长这个样子。我们在市场上面最常看到的，我们称为这个就是它的尺寸就叫3×3，然后大概一本就是100张。
那这样子的产品，其实大家做的东西都一样，那你怎么去做一个产品的差异化呢？所以我们发展出我一本里面有不同的颜色的搭配，我发展出不同的造型、不同的这个胶的一个方向，好，那做出这样的一个差异之后呢，它就可以提升它的价值。其实或许大家都不知道，早期 3M 推出这个便利贴的时候就只有这样子。那因为聚合开始发现到消费者希望有更多的变化，所以我们有了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造型来刺激这个市场，所以也导致目前大家在市场上可以看到便利贴目前有这么多的变化，这其实是聚合所引领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潮流。好，那甚至我们也可以跟这个一些比如说像 Line， 比如说像马克来做一些业的一个结合，然后推出他们的产品，这个都是在这个产品差异化我们所做的一些实例。那另外我刚才有提到说创新这一件事情在聚合里面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产品我们叫做 Magic， 我们叫做 Magic， 为什么它叫 Magic？ 它一样一本里面假设它有4个颜色。那过去的便利贴我们一本假设有4个颜色，好，假设第一个是黄色，第二个是蓝色。当消费者要使用到蓝色的时候，他必须把黄色先用完，对吧？那我们呢现在推出了一个叫 Magic 系列，就是我一本里面有4个颜色，但是你随时想要换颜色，你想要先用蓝色，想要先用绿色都可以，这不影响你整个使用的一个情境，你也不会因为你撕了蓝色，前面的黄色会掉下来，不会哦，这是一个聚合的一个专利的产品。那这个产品其实我们也发现最近这个 3M 开始也在模仿我们做这样的产品，但是它有适时的去闪掉我们的一些专利，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我们蛮不错的一个蛮优秀的一个产品。那我们也有所谓的 pen free， 就是你不用用笔写，你用你的这个手指头就可以写，然后我们甚至有这种所谓的站立式便条纸，站立便条纸它有造型，它有巴黎铁塔，它有这个伦敦眼等等，所以这个便利贴的这个一个变化，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那就如果我刚才先前所提到，我们每年都会固定的推出新产品，来刺激市场，来刺激消费者。那在生产的部分呢，刚刚我们提到，我们除了专注在所谓的高生产效率之外，我们目前也很积极的在导入所谓客制化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概念。我们希望未来不管你是订10本或是100万本，我们都能够生产，都能够供货，这个是我想做大量是多数的这个制造商比较没有问题的一个部分，但是少量，但是又能够供货，这个部分的挑战相对就会比较大一些。好，这个部分我们要讲的是价格。价格我相信是所有的这个销售的人所非常头痛的一个环节。到底我要怎么样定价？我要怎么样可以把我的产品，人家愿意用这样的价格来跟我买？但其实我们要思考的不是产品的价格，而是产品的价值。当消费者认同你的产品有价值的时候，他就会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你的产品。好，这个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现况以 3M 的一本3×3 100张的便条纸卖30块，N4贴我们在市场上卖25块，卖25块，我们就有5块的一个差距。那但是呢，我们变成了我一本也有100张，但是我有4个颜色的时候，它的附加价值提高了，我的价格相对也能够提高。那甚至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高雄的一个造型的站立式便利贴，它的张数只有30张，但它的价格却能够提升到1本40块钱，40块钱，这个整个的价值会提高，所以消费者当他认同你的这个产品的价值时候，他就愿意付更多的钱来购买你的产品。那在通路上呢，这个是一般我们的文具通路看得到的一个陈列的方式。3M 有一个牌面，N4贴有个牌面。那在这样子的一个通路的陈列上面，其实很难分辨出来你的品牌的特色。消费者一进来，他也没有办法很直觉、很快的认出 N4贴在哪里。OK， 所以我们开始在不同的通路上，我们开始做了一
一些陈列上的一些变化与设计，透过不同的产品。那因为每个通路的这个消费者的属性族群都不一样，所以你要沟通的对象不一样，所要传达的语言也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一个设计，甚至我们之前推出 LINE 系列的这个便条纸的时候，我们也跟超商来做合作。然后在成品这类比较具文创的这个设计风格的这个商店里面，我们也有一些独立的一些陈列的设计来符合商店的需要，也透过这样的陈列，将品牌的印象跟风格传达给我们的消费者。好，那在行销的推广上呢，其实我们发现，在便利贴这个产品上面的主要的一个消费族群都是这个年轻人居多，所以我们尝试的用比较年轻的语言跟方式来跟这些消费者做沟通。所以我们过去曾经有一个所谓的小跑人游世界的一个专案。在刚刚我们这个 PowerPoint 最前面，你可以看到N 字贴有一个用我们便利贴贴出来的一个人形的，好像他在跑步的一个形状。那我们过去就跟一个艺术系的学生，我们跟他配合，让他在世界各地的一些著名的地点，把这个小跑人贴出来，然后把它串成一串影片。那就好像这个小跑人他到过世界上的各个一个著名的景点。那我们也跟这个歌手做一些 MV 的置入，我们也有赞助了一些这个公益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影片的部分，我们待会留到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再来看。那主要就是说，因为目标市场它的这个消费族群的不同，所以必须去思考你的沟通的语言必须是符合你的这个消费族群的，才会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那未来其实便利贴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可能性啊。你未来看到的便利贴不会就单单它就是一本这样四四方方的，它会有不同的印刷、不同的造型、不同的功能。不同的这个胶的形状，那我这边有带了一些样品，那都可以让大家看一看便利贴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变化。那前面讲了这么多，我们把它总结一个这个差异化的品牌的一个策略的一个3大的一个关键。第一个。当然做差异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必须是让大家能够理解的。如果你是讲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大家可能很难理解。但是我想，就像刚刚这个林副总分享那一段影片 ，TPU 这个东西或许对我们一般人来讲不熟悉，但是透过影片我们可以知道它可以被应用在哪一些地方。那这样的沟通其实就非常的有效果。好，那第二个就是抱歉。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迎合的不是一个大众的市场，而是你的目标市场利基市场。我想在行销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你如果想要去取悦所有人，你到最后你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取悦。所以必须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你的目标市场在哪里，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大量大众的市场。那最后你的差异化，这个可能有点打错。差异化是必须对你的消费者是有产生价值的。有价值，你要去顾虑你消费者不单单只是理性层面的需求，感性层面的需求有些时候反倒更为重要。他今天买你的产品，或许不是因为你的功能，而是因为买你的产品让他获得情感上哪一些慰藉好了。比如说我们的 LINE 产品，很多人买 LINE 产品回去真的是拿来贴拿来写吗？不是，它是放在办公室桌上，觉得它很可爱，有一种疗愈的功能。或者一种趣味的一个功能，在你上班很累的时候，你看到熊大，你看到兔兔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很开心。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必须这个就是对消费者所产生的一个价值。那当然，创新这一件事情，我们在聚合里面，我们不断的一直强调，刚刚郑副总也提过，创新这个是聚合非常一个重视的一个关键的能力。我们希望每一个员工都能够在创新这一件事情上面去做出贡献。那因为唯有创新，你才能让你的企业不断的滚动，不断的更新，你才能够继续的向前，继续的永续的经营。所以创新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最后呢，我跟分享一个，这个我们是大概2周前，2周前我们在我们跟义大世界购物广场合作的一个案子，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便利贴产品去贴出这些形状来，去贴出这些形状来。那大家这样看起来觉得，这个贴出来应该还蛮容易的，但是我们总共花了大概15个人，花了3天，整整3个工作天，贴了36400片。把它贴完，把它贴完，所以贴的过程其实真的还蛮辛苦，我自己也去了1天，你隔天手大概就举不起来，但是整个贴完，你对于你的品牌的一个感觉，或对义大本身来讲，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那这个也会有一个影片，待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到这里，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那个小跑人游世界的影片，那大概是2分半钟左右。这个是小跑人游世界的一些片段它是一个比较趣味的一个方式来呈现。那最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义大这个拼贴的这个一个影片的一个回顾，就是我们整个工作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回顾。
就是今天这个N 字贴这个部分跟大家所做的分享，谢谢各位。我们谢谢今天郑副总跟石主任精彩的分享，也请石主任先回座。从刚才的分享当中，也让我们学习到企业如何打造差异化的品牌行销战略，将有助于创造与竞争者不同的品牌特色，更有机会争取到战略上的领先优势。